Neil 修明。那今天呢，要来介绍一款游戏，这是最近开到爆游戏，叫做这个是 Hegemony， 那中文也可以翻译叫做阶级斗争。那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呢？听到阶级斗争，你可以想到就是可能有劳方、有资方彼此之间的就是这种可能互相在绞尽脑汁，如果获得最大的利益。那这一款游戏呢，在 BGG 排行上目前是8.3分，然后呢，它的重度呢大概是4点多分，所以是一款相当重的一款游戏。那目前呢，也只有在 Case 上面呢可以买得到，都是全英文版的，还有部分的是汉化简体中文版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款游戏该怎么进行哦。首先，这是一款非对称游戏，听到非对称游戏，你可以想到什么？就是茂林园记，好，就 Loot。那这一款呢也是非对称，所以它的每一个角色所要做的玩法还有它的行动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当你在看这支的教学影片，你要得认真的，因为可能要教1个半小时你才可以教得完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4个角色呢各自代表是哪样的可能种族或者是身份。好，首先我们第一个叫做红色玩家呢，叫做劳工，然后呢，黄色玩家呢，它叫做中产阶级，蓝色玩家呢，这边叫做资方，哦，就是非常有钱的资方。这个灰色玩家呢，扮演的就是政府。那每一个呢，都会各自不同的行动，我到时候会一一的来跟您说明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设置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琳琅满目？好，设置上面呢，我们先一个一个讲了。首先是你的板块跟你的角色的位置呢都是固定的，例如你是中产的玩家呢，你一定得坐这个位置，因为你的行动呢就是在这边。蓝色的玩家资方呢，你一定要坐这个位置，因为你的行动都在政府边。政府呢就是行动在这边，劳工的行动呢基本上都在这一块为主。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板块有哪一些部分。首先这个板块呢，这边这一个区块，这个区块，这一个区块，我们先讲一下。这边这个区块，这个区块呢叫做政策区块，很像我们的政治。那这个政策呢，当然就会根据这个棒棒呢决定目前的政策位置。然后这边这个就是进出口，还有你的移民的人数，好，都是由政策区块决定。所以玩家也可以决定你的政策要往哪边行动，到时候会用投票机制来决定。那这边这个区块呢，这一个是只有资方能够使用的，这个是买卖，好，就是只能买，这是买的部分。那这个是卖，叫进口、出口，然后这个是你买货物，好，买一些基本的货物。再过来，接下来这边这个蓝色这个区块呢，就是资方他会开公司，好，开的这个公司呢，就是每一张卡片呢，目前内建起始就是开4间公司，然后上面呢就会放这个就是员工哦，会上去工作。那这个透明的小方块呢，放了这3个板块的位置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。代表说现在的员工可以收入20块钱，好，20块就是等于说这整间公司呢，资方要付给劳方20块钱，然后再来是上面这个是员工，那员工呢，像看到这是比较小只，有没有？这是比较大只，看得出来哦。好，那小只这个呢，代表是劳方的员工，那这个比较大只的呢是中产阶级的员工，代表一点知识水平的。那再来就是这个颜色。我们总共呢会有4种不同的产业，有红色的产业，有橘色的产业，蓝色的产业，还有绿色的产业，各自呢都是代表不一样的事情。红色呢是健康产业，橘色呢是教育产业，人民就要获得教育才能变成知识分子。然后蓝色呢是奢侈品，绿色呢就比较像是民生消费一些食物的部分。那接下来呢，来去上班的人呢有分灰色的人跟有颜色的人，好，有颜色的人呢，它代表是有专业技能的人；灰色的人代表是就是最比较底层的劳工，好，这是这一块。那接下来呢，好，橘色这一块呢是由中产阶级，中产阶级比较特别，它基本上它是劳工，它也是资本家，它就是介于资本家跟劳工之间，但是资本没有资方那么雄厚，但是也不会像劳方这么穷，好，它就是介于中间。就是这个中产阶级呢，它也可以在这边开公司，好，它可以开最多8间公司，那它有自己的开公司的卡。那接下来看到这一块政府的部分，首先这边一个是 Round 1，我们总共呢会游戏进行5年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年结算，游戏结束，比分数一样，这边欧式积分有个计分轨。然后呢，这边是目前政府的税收的税率，然后税率算也很复杂，到时候会讲这个税率怎么计算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投票，
我们在政策进行的时候就会进行一些投票，然后这个是政府的事件目标，好，政府的事件目标卡。当政府去完成一些指定的事件目标卡的时候，政府可以获得人民的好感，那他就会得到比较高分。如果没有完成，人民就会痛恨政府，就给他低分或者是罢免他。好，那接下来这3个区块呢，是政府会发放一些奖励的物资，那政府呢就可以把这些奖励物资呢放在这个地方，例如这个地方呢就是给资方的、给中产阶级、给劳方的，然后资方就可以花一个 free move， 然后就把它拿走。好，那把它拿走之后呢，政府也可以再得分。那这边就是一开始内建政府的资产，总共在这边，政府一开始是有钱的，但是政府是有可能会破产的，所以它的运转也是很重要。在讲政府那一块的时候呢，会特别细讲这边。那这边这个板块呢，就是这边是健康的指数，然后这个是教育的内容，然后这个紫色的一个对话框符号呢，我们简单讲是影响力，就是媒体公司。政府也要增加自己的影响力，那越有影响力呢，你在开公司的时候，你在做一些政策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引导政策的走向，然后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那这9间呢，这边这9间的部分呢，是政府的公司，好，政府一开始内建在这边哈，它可以根据它的内建，然后来去开最多9间公司。好，那最后来这边呢，就是移民进来的人口，目前还放在上面。没有补进来的人，好，都叫失业人口。好，那每一年呢都会补助一些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每年呢劳方就会加2个灰色小人，中产阶级呢就会增加一个任选的知识有技能的人，跟一个灰色的中产阶级的人。好，像这样子。那这边呢是一开始就是内建，就是摆成是这样子的形状。好，内建一开始的人。那这个呢是移民卡，每一年呢都会根据政策，然后来翻出移民卡。那移民卡就是可以今年可能又额外再增加其他的人口，除了内建的每年增加人，可能额外又增加了新的人。那这个移民的卡又会是跟这边的政策有关。如果你政策是0，就不会增加移民的人；政策是1，就会加1张移民的人。好，以上。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每一个种族它大概的一些摆设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袋子，这个袋子呢是政策袋，一开始内建呢每一个就是资方、中产阶级跟劳方各有8个投票指示物，就会放到这个袋子里面。我们在做一些投票抽签的时候呢，就会从这个袋子里面来抽出来。那接下来这个呢是出口的卡，每一年都会换，在这边每年都会换，那出口的金额都会不一样，就会根据你出口的金额，然后来获取分数。好，这是出口卡。那这个呢是资方的要买物品的卡，也是开在这边，每一年也都会换。那开的张数呢也会根据政策上的不同，然后来根据开几张卡。那这个是借贷的卡片弄。好，这个借贷卡片呢，你只要破产，或者是说你没办法出钱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借贷50块，但是会有产生利息哦，每一年都要付5块的利息，除非你等一下还完。然后这个是银行，好，钱银行有银行端的，政府有政府端的，这个是2个不同的资产，要分清楚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，就是一些我们的道具指示物。好，那接下来政府的板块呢，它一开始呢，它的设置可以看一下，就把这些放在旁边，然后一开始呢设置都是在2的这个位置，然后有1颗影响力方块。然后这个呢是政府一开始，它如果假设破产，这是它的分数，分数来源，分数的部分。那这一个呢是劳方的部分，劳方一开始有的钱30块，然后有它的影响力指示物，然后劳方的跑的格子，劳方的人口数。当劳方的员工越多的时候呢，你这边这个方块就会一直往前跑。然后这边是劳方的算是幸福度吧，好，然后这边是劳方有没有开工会的地方。过来是中产阶级，中产阶级的这一块呢，就是跟劳方是一样的，就是你一开始会跑人口数，这边也是跑幸福度，但是这边就是跟资方一样，它会有一些货物是可以拿来买卖的，好，有囤一些货。接过来是资方，资方蓝色的呢，这边是它的收入income，它的分数就来自于它的收入，然后再过来这边是有它的囤货区，好，那这个囤货区的这个方块呢，随时可以有花一个 free move， 然后去决定你的囤货要买多少钱跟卖多少钱，主要是卖给别人，
例如说劳方需要食物或政府需要食物的时候，那他要花多少钱来买这个东西，你可以去做调整。好，那我们大致的所有的游戏设置我们就介绍到这边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跟大家讲的游戏目标，还有我们的整体大方向的游戏流程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才会根据每一个种族角色他要做的行动来各自再细讲。一个是准备阶段，这边呢，我们 Round 1呢，当然就是不用前期制作嘛。比方说我们进行 Round 1结束了，到 Round 2，首先第一个，每一个玩家呢要先确定你的第一个步骤呢是，如果你有借贷这个，你要花5块钱的利息。那再来第二个呢是，如果你是劳工，还有你是这个中产阶级，中产阶级是黄色的幸福度，然后你要退2格幸福度。那如果你是劳方，红色的幸福度呢要退1格。政府的这一个呢，这个事件卡要重抽，这2张都要换掉，然后再抽行动卡牌哦。每一个玩家都有他自己的行动卡牌，抽满7张。那这个行动卡牌呢，游戏一开始每个玩家呢都有7张的手牌。好，那你在抽这个手牌，你要做这个行动呢，我们每一年总共会进行5个动作。那你从这个7张手牌里面呢，你可以选择其中的5张，然后来做这个行动。那每个玩家的卡牌使用呢，都完全不一样。好，那卡牌使用呢就非常多，这个可能就要自己去看了。你可以使用卡牌上面的能力，你也可以不使用卡牌上面的能力，纯粹把这张卡牌打出去，一定要打出去，代表你有行动1个回合，然后使用每个玩家他的基本move。那每个玩家呢，他都有基本的行动，最多1项额外行动。那你的额外行动呢，你可以在基本的行动前行动，你也可以在基本的行动后行动，都可以。好，这个是卡牌的部分。那我们总共会进行一年呢，会进行5张，然后下1年之后呢，我们会继续把这5张补成7张。那你在这种7张里面呢，再使用5张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资方跟中产阶级呢，它有一些公司卡牌。好，我们要全部进行重抽4张公司卡牌，然后这4张公司卡牌在隔年是你可以拿来盖公司使用的。你不能从盲抽，你只能从这4张里面，然后选1张来盖，或者是每一个行动你最多可以盖4张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准备行动呢，就是在这边每年劳方会补2个小灰人，然后中产阶级会补1个专业的人跟一个灰人，然后并且再抽1张移民卡。好，这个是准备阶段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行动阶段。那行动阶段呢，我们会从劳工开始行动，然后接下来换中产阶级，换资方，最后行动的是政府，每年都是如此。然后我们会进行5 round， 然后呢结束这1年。我们5年行动完之后呢，就是进行年末结算。年末结算呢，首先第一个，当你的人口数在这边，你可以看一下有几个人口数。当你这边对应是3、4、5，那劳方跟中产阶级呢，就要支付相对应的食物数量。好，这是你要先付出你的食物。如果食物不够呢，你就要去买，你跟海外买，或跟资方买，或跟政府买，或跟中产阶级买都可以。那再来就是，政府呢要 check 说他的资金有没有破产。好，如果资金破产呢，他有他的额外的行动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会进行税收的部分。那税收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反过来进行。行动的部分从劳工开始。税收发放奖金、发放收入的时候呢，从政府开始，所以政府呢会发放资金，并且要收税，所以所有玩家要给政府税金，然后换资方，资方要给劳工钱，并且也要给政府钱。中产阶级呢要给劳工钱，好，那他因为他自己也开公司嘛，所以他也会要给政府税收，所以他有2种不一样的税收，所以中产阶级玩起来呢会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，他想的行动会比较多。那劳工呢，基本上他要领的是他的工作收入，然后他还是要缴所得税，所以政府呢，这个时候呢会赚入大把的资金。那接下来呢，当这些税呢全部结算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进行投票的选举阶段。我们来讲一下选举阶段怎么进行。每一位玩家呢，除了政府以外呢，他的其中一个行动呢，就是可以放这个 bill 阶段，可以放你的投票的政策。那你在放的时候呢，注意这个是原本的黑色政策，不能直接跳2格，你最多只能放它邻近，你不能一次放它旁边。哦，一次只能下降1格或上升1格。
那放上去之后呢，每一条如果有人放了，其他人就不能再放了。那当进行投票的时候，就是如果有人希望改变的，就会进行投票。那投票的时候怎么进行呢？每个人都有一个打勾勾跟那个打叉叉，就是赞成跟反对。那如果你是放这根棒棒的人呢，你一定得要赞同，不可能你放了然后你再反对它，好吗？那你一定要赞同它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会出4张的赞成反对卡，好，我们放在这边。那假设呢，目前的状况是有2个人赞同，2个人反对，好，资方跟劳方各一个赞同跟反对，然后政府是赞同，然后资方跟中产阶级是反对。那这时候就会从这个袋子里面，原本每一个都有放8个，然后我们随意抽出5个。好，抽完5个之后呢，你就会根据它的状况放在这边。好，从目前的这样看来呢，反对方是3票，然后呢，赞成方是2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就是影响力的 cube， 紫色这个就会产生作用。这时候开出来之后，每个人就可以忙着隐藏资讯放在你的拳头里面，决定你要用这个影响力呢，拿出多少颗来决定这个投票。假设政府拿出了1颗，那其他人都不愿意拿出这个影响力，好，就是票数呢就会变成像这个状况。那这时候就是3比3。当票数有平手的时候，就是赞成方就会无条件通过。再过来就是这个票数呢，到时候也是有计分。如果通过的，包含说这个它最多还可以加到3分，那有投票投过的也可以加到1分。再过来就是当进行你的行动回合，假设说你要投票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额外再花1颗紫色的方块，然后马上进行投票。不然的话，通常都是等到最后1年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进行政策上面改变。但是你也可以决定，在你投票过程中，马上执行1颗影响力，然后说我现在就要投票，好，这时候你就可以马上进去投票环节。那最后一个阶段呢，就是每年结束的时候就会有计分阶段。那这个计分阶段呢，因为每一个种族都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等到种族的介绍的时候呢，我再来一一讲每个种族有哪些计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讲的是每一个角色他的行动的技能，还有免费的行动技能有哪一些。首先我们来讲的是红色劳工。好，每一个玩家都有一个劳工小卡，其实你看这边就会非常清楚。我们先讲第一个行动，叫做 Propose Bill。好，就是这个，你可以拿一个红色指示物的棒棒，然后去改变政策。好，你也可以改变完政策之后呢，再花一个紫色的 cube。好，这是影响力指示物呢，立即进行投票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行动。然后第二个行动呢，指派员工。好，在这边。来，指派员工呢，这是你的员工，小的人是红色玩家员工，你最多可以指派3个到职场上面。好，例如这边。好，那指派完进去呢，一定得躺下。躺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刚到职，你不能拎杯刚到职，然后你就跟老板说，明天我不干了，你至少干1年。好，所以你要躺下，躺着干。就是当这个你就去这一间公司就已经躺着了。好，那站着的员工呢，都是你已经就职1年以上了，所以你可以去把没有工作的移到有工作的地方，然后或者说把你原本有工作的地方移走。但是呢，像这种一次都要全移。好，每一间公司你要嘛就是一次这个职位要全部占满，你不能说只移1个，这样子是不行的。你一次呢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条件全部占满，然后一起躺下才能开始，这间公司才能运作。一间公司如果只有1个员工是运作不了的，像这间至少要3个员工它才能运作。好，这个是指派。第3个条件呢，就是买东西。好，你可以跟政府买，这边政府买，你也可以跟资本家这边，好，它的货物它的价格在买，你也可以跟这个海外买。好，这是买东西。再来是投票指示物。我们这个袋子里面呢，一开始呢就有内建，就是8个你的投票方块。随着投票一直开出来，好像这样子，这边一直开出来之后呢，你的方块可能就会快速减少。这时候你可以花一个行动，从市场上面我们一次增加3个投票的 cube。好，那接下来讲劳工的最特殊的2个行动。第一个行动呢是这个罢工啦，人民的拳头力量举起来罢工。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罢工？第一次罢工行就是我的公司是不能有躺下的状况，因为你刚到职，你不能马上进行罢工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
再过来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目前的薪资单、薪资表不会是最高的，薪资都给你最高的，你还罢什么工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2或最低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进行罢工。好，你就可以放上去。那你可以最多一个行动可以放2个公司。那你罢工放上去之后呢，如果到今年结束之后，这个罢工还在，好，接下来有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如果薪资已经调到最高了，那就是正常嘛，我们就是持续的发给薪水，然后呢，持续的生产货物，然后维持一样的运转。那假设薪资并没有调到最高，这时候呢，就会产生公司就不用发薪水了，但是他也领不到钱，那员工呢也会领不到钱，公司也领不到产品，就有这样子的状况。然后并且劳工可以拿一个影响力指示物，好，如果是罢工成功的话，就会有这样子的效果。然后再下来是另外一个特殊的行动，叫做游行指示物，好，这边就是游行。那这个什么时候才会发动游行呢？你可以看一下目前灰色小人的工作空格，就是没有灰色小人的空格，好像这边有1格，这边有2格，好这边有3格，好，灰色小人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所以假设灰色小人这边的失业人数呢，只要多于2加2，例如5，然后再加2就是7。如果这边多于7以上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发动游行，这时候游行就可以把它拿到这边发动游行。那游行呢，到下一年，如果游行还是持续的产生，就是工作没有补上的时候，当游行产生之后，如果到结算的时候呢，你这边的失业人口数加2还是大于，例如这边有5个失业的空缺，然后那边失业人口数呢超过7以上，这时候你的失业人口数呢，你就可以决定你要让这个超过的去让对方扣分，可以让政府还有这个中产阶级还有资方去扣分，例如说可以扣7分好了，你可以自由的去分配，但是扣分的上限呢，不能超过它空格的这个公司的总上限。举例来讲，这边有8个空格，所以你要扣资方的分数最多就是扣8分。好，这边有中产阶级有6个空格公司，那所以你要扣中产阶级最多的就是6分，你也可以自由任意去分配你要扣的分数，这是游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面板这个区块。一开始呢，这个代表是你的人口数，好，10就是你其实游戏起始就是你的10个小人会在这个场上，可以算一下，一开始就是10个。那随着游戏进行，每多增加1个小人呢，你这边就会往前一直往前，好，然后最多就是可以无限30以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你的人口实际的代表数是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你在做一些像实物呢，像例如说你到14的时候，你每年就是要缴4个15个单位，然后你要增加这个幸福度也是用4去做计算。好，那这个幸福度呢，每增加1，这边就加1分，到这边就加2分，跑1格这个就加7分，跑1格这个就加10分。那每一年它会倒退1。好，那你要怎么去增加这个幸福度呢？你可以选择扣3个爱心，或扣3个学士帽，或扣3个食物，或者扣3个奢侈品都可以。那3个爱心，如果你是扣3个爱心的话，可以额外再增加2分。好，这个是这个 working 版。然后最后这一块呢是工会。好，如果你有工会，首先我们来讲你要怎么样才能到工会上面。那我举例，如果说我要增加一个红色的工会人，那我就必须我要有我的人数至少要在红色的公司大于等于4个人以上。好，那我并且还要有一个白色的小人，好，在我的这个区块，好，失业区块，那我才能够使用指派，然后做一个行动，把这个人指派到这边。好，这样子我就有一个工会人了。那我在工会的时候呢，每一年结算的时候可以额外增加2分，并且加一个紫色 cube。好，所以如果你5个都占满，每一年就10分，还有5个紫色 cube 影响力，所以其实是非常强的。好，劳工我们就介绍到这边。那我们来讲一下劳工的免费行动。第一个免费行动呢，是我可以花费爱心，这也是劳工特殊的行动。我可以花费我的
爱心数量，我的爱心数量就等于我目前的人口数下方的显示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呢就可以增加一个这个没有任何技能的劳动人口，然后到我的失业人口区，然后并且增加一个幸福度，然后和2分，这是第一个免费行动。第二个免费行动呢，就是我想要把这个没有任何技能的劳工变成专业知识的劳工，我就要花教育。那这个教育要花的花费呢，也是根据你的人口数，好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去提升你这个没有知识的人，然后并且也可以得到一个幸福度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花费奢侈品，根据你的人口数，然后也得到一个幸福度。好，这是免费行动。然后接下来免费行动是 Swap Workers， 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调整你的功能，去移动它。好，随机去调整你的功能。那不是换公司哦。假设说这个是有专业技能的功能，然后它现在占领的是灰色的这个位置，可不可以？当然是可以的嘛。但是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？你就可以画一个行动人数，然后去把灰色的人换掉，换成把这个有专业知识的人换去其他地方，这样子。好，它并不是换工作，换工作是主要行动叫做 Assign Works， 然后再来的免费行动是这边政府会给你提供一些奖励，举例来讲，给你一些知识啊，或是一些钱啊之类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花一个免费行动把它拿走。那这时候呢，政府就可以得到1分。那切记哦，这一些免费资源，假如说政府已经放了那个知识在这边，如果你没有拿走，政府之后如果再放了其他的东西，那原本的东西没有拿走，它就会自动的销毁。那你也可以花一个免费的行动，把这个借款，好，如果有50块借款，然后把它还清。所以还钱是要花一个行动的。以上呢就是所有的主要行动跟免费行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介绍资方它的主要行动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全部都是一样的，这个你可以画一个蓝色棒棒，然后去改变你的政策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二个呢，资方呢可以盖公司，每年呢都会开出4个新的公司，那你可以选择一个行动，把一间公司盖上去，然后并且开，它要花的费用就在右上角。然后接下来你也可以把这间公司解散掉，那也是一样，解散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开公司的钱拿回来，也是在右上角的钱。好，这是开公司跟卖公司。那接下来呢是卖产品，好，卖产品也是资方很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换钱嘛。卖产品在这边，好 ，export， 这边也看到每一项都能够执行一次。好，举例来说，2个食物卖15块。你就一定要拿2个食物，然后换取15块，结束了。所以你要再卖食物可不可以？你就是再拿6个换50块，但是每一条都只能执行一次。好，这是卖产品。好，接下来一个行动呢，是你可以直接从海外买东西进来。那这个是资方独有的功能在这边。那可是你买东西进来呢，你还是要付给政府税的哦。然后再来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有一个海外仓库。好，海外仓库呢，你就可以不用付税。但是海外仓库，如果你把东西放在海外仓库，玩家就不能买。哦，你只能从海外直接卖掉。这是资方也是独有的一个区块。那接下来是你可以直接花30块钱去买一个影响力，好，紫色的 Cube， 这也是资方独有的技能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放3个你的方块到这个袋子里面，这个是每一个玩家都有的功能。好。主要行动讲完，我们来讲就是免费行动。第一个免费行动呢，是你可以去更改你的这个价钱，爱心的价钱、奢侈品的价钱，好，你可以花免费行动去随时去可以更改，然后并且你也可以去更改你要给的这个是薪水。好，接下来免费行动呢，就是资方可以花5块钱，然后给那个玩家，好，给劳方或者中产阶级，然后直接把他的人聘请过来你的公司工作。好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再过来是可以购买空间，内建的空间呢，这边像学士的话，最多只能放12个，那你可以再购买一个储存空间，就可以再扩充增加额外12个。那再来是你可以接收政府给你的好处，
然后最后呢，就是你要把这个贷款50块还清，这是资方所有的功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中产阶级，因为基本上呢，中产阶级的玩法呢，就是资方跟劳方两个各部分一半一半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好，那我快速讲哦，第一个就是一样，这边你可以做行政策上面改变，然后呢指派员工，然后再过来盖公司、卖公司，然后再来是把你的物资卖到这个出口。那中产阶级卖出口呢，只要每卖一项会额外加1分，这个是中产阶级比较特别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去买一些物资，跟政府买，跟资方买一些物资。然后再过来，这个是它最特别的地方，叫做 extra shift， 就是加班。好，你可以选择一项呢，在你的公司或者说你上班的地方额外加班。那加班你可以额外再得到收入，或者是额外得到产品。好，这加班的部分。然后一样，你可以放3个你的指示物，好，投票指示物到这个 bag 里面。好，这是主要行动。那我们来讲一下 free move。好 ，free move 呢，首先前面几个好都跟劳方是一样的，就是增加幸福度的部分，花爱心啊，然后花学士帽啊，或者是花奢侈品。然后再过来跟资方一样的地方呢，是我可以去调这个每一个的价格，公司的收入的薪水，还有货物的价格。然后并且你也可以去更换这个工人，但是你的工人记得，中产阶级的工人都是比较大只的哈，都是大只的工人。然后接收这个货物，然后并且还贷款。好，这个是中产阶级所有的主要行动跟副要行动。那来讲一下另外最不一样的就是政府啦。政府有哪一些行动呢？政府的行动呢，就是在投票阶段的时候，政府的第一个行动，当其他玩家去改变政策的时候，政府也可以额外再花一个紫色的去让这个投票立刻进行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去完成这个事件卡。完成事件卡就会得到额外的好处，没有完成也会得到额外的坏处。然后他可以去把他的货物去卖到国外的市场。然后再来是你可以给2个影响力到1个玩家，然后并且得到一个+1的指数，看你给哪一个玩家。然后你可以征税，额外征收10块钱的税。好，最后2个你的影响力会各减1。好，如果你征收了10块钱。好，再过来是你可以从你生产出来的影响力，然后拿3个到你的影响力。好，所以政府是可以很多影响力的。那免费行动呢，就是你可以去调整这个工人的区块，你自己的公司，然后并且把你的贷款还掉。好，这是政府的行动。好，以上我们最后讲一些细节。好，那我们大致呢，就是把这个游戏的整体规则，然后还有每一个角色大致的主要行动跟附加行动全部讲完，剩下的可能就是计分，还有一些小细节。然后可能这款游戏毕竟是一个跑分的，所以你要如何获取分数，还是这个游戏最大的看点。那再过来就是，其实政策呢可能会是影响这款游戏的最主要的部分，所以你要如何去改变政策？所以我们快速讲几个政策的这个板块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这个呢是如果一开始的设定呢，就是像这个设定，从3、2、1。然后到2、3，好，一开始会有这样子的设置。第一条呢，就是在你政府一开始只能开3间公司，往上跑呢，最多可以开到9间公司。但是如果政策再往下呢，公司就会被再收回来，然后你的人就会失业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是你发的薪水，第2条是发薪水，在 B2 的这个 B 的这个地方呢，代表最低薪水只能在 B， 不能到 A， 就是最低，只能在中间。如果你到 C 呢，代表你的薪水最低可以跑到最下面。那如果你的薪水在 C 呢，在 A 这个地方呢，薪水最高一定要给到最高，不能往下调。好，这是第2条。第3条呢，这个是税。好，税的部分呢，它计算比较复杂一点。这边有写一个基础是3，然后再用2去乘以这个数量，2乘以1，再加上2去乘以这边是0。好，所以才是实际上的这个税收。然后再过来，这个是爱心的费用跟税，这个是教育资质的费用跟税。然后过来这个呢是进出口，还有这个开的这个船的张数。这边呢 immigration 呢是人口进来的状况。
那非常会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款游戏。这款游戏呢，虽然说重测难度很高，然后教学起来非常的冗长，可是其实玩起来非常贴近你的生活，所以你玩起来了，你感触会非常非常的深，因为你其实就是你扮演的角色，其实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是劳工，或者是说你是资本家，那甚至有一些你是政府的行号公司工作，那你扮演政府起来也会非常的有意思。那其实呢，另外呢，这款游戏呢，其实非常讲究谈判，所以中间虽然说重测，可是嘴炮过程之中呢，非常一直不断的哦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款游戏。另外有很多细节的部分，或者说你玩到一半呢，可能不知道这游戏规则是什么，也非常欢迎你在下方帮我们留言，我们也会尽快补充游戏规则，然后告诉跟你说。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哦。那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有超级感谢的功能，还有我们最新的 Game 什么 Teacher， 那也欢迎支持我们拍出更好的影片。那以上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哦，拜拜。